悟空轰然倒下，双眼毫无神色。比克他们过来，发现完全没有了心跳。悟空难道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往下看。悟空紧闭双眼，站在空地，感知着世间万物，风声、水流、花朵。吉吉叫悟空吃饭，悟空坐在饭桌上，一粒一粒吃着米饭。悟天和琪琪满脸疑惑，悟空似乎在感受着某个人的气息。门口正有人敲门，悟空瞬间出戏，将快递小哥给吓坏了。悟空连忙道歉。可爱的悟天有点担心他老爸。贝吉塔在比鲁斯星球进行修炼，依然无法碰到维斯。比鲁斯过来问维斯，悟空呢？他怎么不来修炼？他可是我们第7宇宙的大将，万一拳王开始举行比赛，看到他令拳王失望，我们全都要玩完。这话让贝吉塔听着有点难受，将我塔的玻璃心整稀碎。咋的？我塔不是大将呗？维斯非常淡定，似乎知道悟空会有特别的修炼。贝吉塔变身成超蓝，继续让维斯训练。他们哪里知道悟空完全没有在修炼，抱着食物站在大街上，两个儿子在后面偷偷跟踪，总感觉老爸的举动有点异常，继续跟踪怕被发现。悟饭变身成了蒙面赛亚超人，悟天感觉好丑，就拿了一个眼镜。悟空紧闭双眼跟随气息，路过海洋馆，来到电影院，走进内衣店，小姐姐把他当怪物一样看着，尴尬的一逼啊，赶紧逃离，急速奔跑，没注意到红绿灯，被一辆急速飞驰的汽车给撞了，不对，是把汽车给撞了，车里正好是布尔玛。这俩人可真是有缘。布尔玛气呼呼的下车，朝悟空打过去，悟空身体自我反应躲开了。两人为了弄清楚老爸到底怎么了，要请他吃饭。悟空一顿狼吞虎咽。吃过饭后，两个儿子过来问老爸怎么了。悟空告诉他们，下面我要说的话你们不要告诉妈妈，我感觉有人想要我的命。宇宙之外，一颗荒凉的星球，希特站在雨中，遇到一座铁门，闪石穿过。大厅中有人看守，闪石穿过。保镖感觉电梯异常，全部拿起武器。又一个闪石，电梯打开却没有发现人。希特利用超级闪石将目标对象杀死，而保镖们却完全不知情。希特查看下一个目标，没想到是悟空，让他有点兴奋。比克感觉悟饭有点异常，但是悟饭支支吾吾不想说。比克给悟饭说，悟饭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然后悟饭全部告诉了比克。悟空此时察觉到了希特的气息，急忙飞走了，但是并没有看到希特的身影。悟空变身成超蓝，比克知道了希特想取悟空的性命，急忙飞过去找悟空。希特出现在悟空的身后，告诉悟空，有人让我取你性命。悟空转过身刚要攻击，瞬间被希特击中心脏，踉踉跄跄倒在了地上。希特瞬间消失，比克也刚好赶到，悟空已经没有了气息。希特接到任务，悟空差一点被取走性命，没想到任务发布者竟然是悟空自己，他为什么要让希特杀死自己？我们继续往下看，悟空被希特击中心脏，躺在地上，比克全力抢救，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在悟空倒下的瞬间，他朝天空发射了一个气功弹，而此时这个气功弹开始坠落。比克看到明白了，心想这老孙还挺聪明。大家全部躲开，一下将悟空腾空炸起，他也苏醒了过来，急忙站起来做起了防御动作，但是身体不听使唤，倒在了地上。大家急忙出来，小悟天看着自己的老爸心疼不已。原来悟空已经计算好了，如果被打伤，就利用自己的冲击波将自己再次唤醒。悟空这个战斗狂魔站起来，大声叫着希特的名字，我还没有死。天空飘来几个字儿，工作已完事儿。希特果然是高手，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完全感受不到他的气息。为了吸引希特，悟空极力提气变身超蓝，并大声告诉希特，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招数。悟空这招果然有用，希特就躲在石山后面。悟空将他引到了森林中，紧闭双眼，感受着希特若有若无的气息。他隔空朝悟空打出一拳，在击中的瞬间，悟空感知到了攻击，躲开了致命一击，但是依然被打出数丈之远。虽然被击中，悟空依然十分得意，但是能穿过物体发动攻击，令悟空十分佩服。两人来到了更加空旷的地方，悟空极力提气，希特朝悟空再次发出透明攻击波，悟空紧闭双眼，轻松躲过。后面的山瞬间被炸碎，然后希特朝四面八方发出攻击，悟空也从四面八方化解了所有攻击。他信心满满朝希特开始攻击，但是他仿佛透明一样，无法击中。他趁机来到悟空身后，将悟空打到地面。悟空再次站起，身体开始颤抖，看来悟空也会因为恐惧而颤抖，开始再次朝希特攻击。希特闪过一个眼神，无论悟空如何攻击，犹如于空虚格斗，完全没有作用。而希特瞬间将悟空击倒，他仿佛就像两个人一样，再一次将悟空打飞了。而象帕与巴朵斯正看着两个人的打斗，象帕有些疑惑，为什么悟空无法击中希特？巴朵斯告诉象帕，希特所谓的时间静止是创造了两个平行世界，他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穿梭。这一段高深理论将象帕完全整糊涂了。悟空在战斗中找到了希特的破绽，在多次攻击之后成功碰到了希特。两个人打得正激烈时，比鲁斯突然来了，也来当两人的观众。悟空再次提气，这次他使出浑身力量，
形成一团巨大能量球。希特再次使用闪石弓，但是他的闪石被悟空的气场不断攻击，最终闪石被击破。悟空趁机发出龟派气功，相怕简直不敢相信，龟派气功威力果然强悍。攻击过后，两人满意的躺在地面。大家飞下来，贝吉塔很是生气，到底是谁对悟空发布了暗杀令？维斯给贝吉塔提示了一下，他转过头看到悟空一脸笑嘻嘻的，竟然是悟空自己拜托维斯发布的，仅仅是为了能和希特真正的较量一场。悟空可真是个武痴。贾克偷偷溜号跑到一家面馆吃了一碗拉面，而被他抓住的通缉犯趁机逃跑了。身为居家好男人的悟饭看到电视中正在上演赛亚超人对战撒旦的电影预告，这着实令悟饭有点惊讶，没想到自己虚构的一个人物竟然要被搬上荧屏了。撒旦也成了主角之一。与现实中明星一样，这位巴里先生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采访完后与导演开始沟通剧情。因为不满意导演定的电影名字，将导演骂得狗血淋头。撒旦他们正好遇到电影的女主角，好卡哇伊哦，撒旦眼睛都看直了，我好想您哦，我们不是刚见过吗？两人腻腻歪歪的，比蒂里有点担心，这不会成为我的后妈吧？几个人聊得正欢，巴里走过来握住比蒂里的手，当着悟饭的面竟然赤裸裸的勾搭他老婆，还说把比蒂里当成女主角了，这一看就是老司机，主动给比蒂里签名。没想到比蒂里完全忽视他，正好被后面的记者看到，着实有点尴尬。电影准备开拍了，巴里并未上场，而是他的替身带他上场，这明星架子摆得十足啊！由于动作戏过于危险，替身演员有些为难，悟饭过来帮他穿上自己精心设计的服装，自信爆棚。这位明星相当邪恶，因为比蒂里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耿耿于怀。本来想教训一下悟饭，没想到悟饭一出手将众人震惊了，一下将坦克中的人救了出来，摆出自己精心设计的土掉渣的动作。巴里非常不满意他的 pose， 与他设计的完全不相同。投资人非常生气，你懂个球啊，小鬼！将巴里吓坏了，赶紧跑了。投资人极力邀请悟饭加入他的团队，作为正式替身演员。比蒂里悄悄扶耳过去，你这身装扮让我心跳加速，想起了以前很多羞羞的事情。在两人极力劝说下，悟饭难为情的答应了。库林小警察正在独自面对两个匪徒，这匪徒也不是吃干饭的，一顿机枪扫射却毫无命中。突然一声爆炸，蒙面赛亚超人闪亮登场。原来这两位就是被悟饭之前收拾的两个毛贼，这次是逃逸出来抢劫。夹克抓捕的宇宙通缉犯溜了过来，瞬间进入了一个劫匪身上，这是被灵魂附体的节奏啊！他力量爆棚，一拳将老大打飞了。与悟饭展开的激战，着实让悟饭有点惊讶，这家伙怎么回事？还是被瞬间击倒了。但是宇宙通缉犯却趁机溜了，而悟饭却因为力斗歹徒，成为了人们怀疑的英雄。这位女主角对悟饭好感十足，不断找机会与悟饭接近，邀请悟饭去他家练习台词。原来他识破了悟饭就是力斗歹徒的蒙面赛亚超人，他让悟饭送他回家，悟饭带着他飞跃在蓝天之上。我们的悟饭不会又春心烂漫了吧？想当初比蒂里就是这样识破悟饭，然后两人坠入了爱河，诞生了 baby。两人穿越夕阳，飞过月亮。夹克突然出现了，将悟饭当成了宇宙通缉犯，朝他开了一枪。